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想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徐普副秘书长、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陈伟杰议员、江敏清院长。好，那么韩国继续在发展，那尹锡悦是很坚持的他的律师团说我们犯什么内乱罪？我们以总统职权宣布戒严而且是假的吗？你在野党天天捣蛋，在国会不通过我们的预算。还要这个还要罢免我们好几个官员，北韩也是真的很每天放气球过来，是假的吗？是我们犯什么内乱了？我们没有内乱，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我们愿意出席弹劾案等公开听审，公开大家公开去辩论，但是呢，检方传唤他不提而且现在他也不接受，也不收东西，他反正都不理你了。那戒严联合侦查组现在有一个叫戒严联合侦查查戒严到底怎么回事，哪些人是首谋，传唤他尹锡悦神隐也不到案那现在呢，当局是要求他1周内要交出答辩状，那他现在是3拒：拒绝收领那些通知文件，拒绝调查，拒绝到案，一概拒绝。我就一概拒绝，你要把我怎样？你现在把我总统抓起来吗？那所以呢，犯罪侦查处他是故意的所以呢，本来说今天要到案，他也没到，他当然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他是怎样反正什么事都已读不回，检方传唤他多次拒绝，那会不会直接逮捕他？我们看一下。南韩合作侦查本部以涉嫌1203非法戒严事件传唤遭弹劾的总统尹锡悦，但他却持续采取不合作态度。 공조본이 윤 대통령에게 정부 과천청사에 있는 공수처에 출석하라고 통보한 시한은 오늘 오전 10시입니다. 하지만 윤 대통령은 변호사를 통해 출석하지 않겠다는 입장을 언론에 미리 밝혔는데요. 尹锡悦进入一概拒绝模式，拒绝收领传票，拒绝调查，拒绝到案。南韩媒体韩联社更指出，警方2度派人前往总统府搜查，仍吃上闭门羹，无功而返。 어제도 경찰청장 비화폰 관련 서버 자료를 확보하기 위해 경호처 압수수색을 시도했지만 7시간 넘는 대치 끝에 불발됐습니다. 경호처는 공무상, 군사상의 비밀을 이유로 청사 진입을 거부한 것으로 알려졌습니다. 由于尹锡悦态度强硬又不配合，法律专家分析，检调不排除将对他寄出逮捕令。宪法法庭也已经通知尹锡悦必须在23号前提交答辩状。 서울중앙지법은 오늘 오후 3시 내란 실행 혐의를 받는 노 전 사령관에 대해 구속 전 피의자 신문을 진행합니다. 如今有更多关于12月3号戒严当晚的讯息曝光。根据韩联社报道，军警不仅投入了6000名人力，竟然还佩戴了9000发子弹。 基本上面，韩国现在目前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国会已经弹劾了，但是最终必须要根据他的宪法，在180天之内才会做最终的一个审判。那目前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大法官也是9个人，可是目前只有6个。然后呢，另外的3个你必须要在明年，有其中的2个必须要在明年4月18号之前你都要抵定，否则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这6个都要全数同意，因为根据这个弹劾要成立的话，要有2/3以上，所以必须这6个全部一致决要同意，那这个说实在困难度很高，所以很多在野党就开始在拼，到底有没有可能在12月底之前把这3个给满足了？那你这样2/3可能还有一些弹性的一个空间，所以这就是一个目前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但无论如何，12月27号就会有首度的辩论庭。那不管尹锡悦怎么走，12月27号你总是要出现，你还已经承诺了嘛，所以目前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比较尴尬的就是，那到底大家会思考到，你把它弹劾成功了，那接下去谁要来选总统？过去来说最有机会就是李在明嘛，可是李在明目前也有官司缠身啊，而且很重要就是，他如果2审在弹劾之前就已经确定的话，10年之内他是不可以选总统的。所以说，这也是所有人在面对这一局当中，每个人就要看怎么样叫牌，怎么样来出牌嘛。那你看来说，他虽然是不读不回，可是当初跟他一起在一起那个团体，包括国防部长，包括总司令，包括是谁，目前都已经被拘提了。所以尹锡悦目前，我觉得他目前已读不回，除非
他真的要死得很漂亮，做抗争到底，否则因为常常就是这样子吧，死路一条啊。那你可以死得漂亮一点啊，你是不是可以做动作做足，然后最后付诸于这个所谓的政治破坏或等等之类的？否则你看大家都已经慢慢等到他的出招。说实在的，直接拘提未尝也不是一个方式，但是重点是直接拘提之后，下一任的总统他引发的一些的政治上面的效应，对于接任的这两大派的彼此之间，国民力量党他们都还是在算计谁会出任，那这个时间就是要耗这个部分。所以现在有怎么样去弹劾，怎么样终结，谁选下任总统，那当然我们所关切的就是美中韩等等之类的这几个的三角关系。所以这一局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了。韩国是很奇怪的，要选总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斗争啊、竞争啊，搞半天，然后选上以后呢，对啊，都经常都出事了。来，闵清院长，这个尹锡悦会下台吗？哦，这个不问苍生问鬼神，我们先问一下 ChatGPT， 尹锡悦会下来了吗？答案是第一句要告诉你，他下台的机会相当大啊。那前面呢，郑伦讲过，完全相信。可是我把归纳有4点，第一点是大法官人数确实啊，他现在少了3名。那现在主审法官是郑亨植，郑亨植何许人呢？啊，我认为最大变数就是他啊，一大3星案让李在镕获得缓刑，本来是5年，后来改判2年半。当庭缓刑释放，所以我问了我在以前博士班美国念博士班同学，他现在在延世大学政治系，有2位问他，我说你觉得这次大法官靠谱吗？他说：闵清啊，你不懂啊，韩国啊，除非他要选举，不然他们都是精英决策模式，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所以郑亨植啊，尤其是他去年才被提名成为大法官，是唯一一个。尹锡悦呢提名而且任命的啊，那他现在已经63岁了，大法官到65岁要退休，如果到明年180退休，他能64岁了，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没有这种问题，除非他是宪法法庭庭长可以做到70岁，可是他就是65岁，今年63，熬到明年再审一审的话，在64，他应该没有连任压力，他也没有想选举，所以他很可能就是以刚刚前面所说的比例原则，然后呢，他不容易成立叛乱罪跟内乱罪。虽然这个尹锡悦6度下令这个检察厅长赵志浩逮捕国会议员，台湾应该做不到。检察厅长拒绝，他说这个违反我的常理判断，虽然具行命令，理论上规定过刑法知道，就算这个赵志浩去逮捕议员，因为他是执行命令，所以他可以阻却违法，可是他没有，他直接就抗拒哦。那当然，最后他们的根据韩联社报道说，赵志浩最后结案以后呢，致电尹锡悦说，很遗憾，这个事情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尹锡悦非常不悦的说，拜你所赐，所以事情才会结束这么快，虽然就挂他电话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大法官人数。那么现在呢，在野党跟执政党只提1名，那在野党提2名，他们现在23号要举行第1次人事听证会，在年底之前。理论上应该就会过关，所以会补齐9个啊。如果照预定规则来看，第二个刚刚所提的就是内乱叛乱罪，理论上照比例原则，因为他6个小时很快就过去，没有造成很大的伤亡，他甚至都不知道啊。我在韩国的朋友打电话说：“江闵清，你觉得这个3星股票大跌要不要买？”我说：“我又不是韩国，我怎么知道？”结果醒过来又涨回去了。他说：“你当初不叫我买。”我说：“你在韩国都不买，我在台湾我怎么知道？”哦，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对他们说就睡一觉醒来，仿佛春梦一场。所以这个比例原则不容易成立。第三就是收贿跟贪污，这要根据市政啊，除了他妻子以外，他自己有没有相关的事情？最后一点，地缘政治，刚刚之前讲到了美国因素。其实尹锡悦他的立场很清楚，就是他是比较亲美，那么抗中，然后呢，对日本的历史，他是采取轻轻放过的方式。那么大家想说，如果接下来尹锡悦之后的后南韩后尹锡悦时代，应该是对北韩采取绥靖制度啊，尊重中国，强硬面对日本，以及怀疑美国，这4个方向是他们未来的。所以其实现在还包括美国的因素在里面。这段时间尹锡悦一直拒不出庭，根据他们的法律规定，3度拒传不到，他可以直接拘提到案，抗传击拒。所以不论你有没有要去，最后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了啊，还是要去。到最后这个结论了啊，对不起。很多人把这个因素推给他妻子，我就不公平了啊！这个不一定我配偶都有出事情啊！你看，妻子起因观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个清朝吴伟伟写圆圆曲的时候就写这样子，理论上应该是他自己的人格问题，而不要一天到晚都怪给妻，这实在是不应该。好吧，反正那是阿扁都怪妻子了，都怪妻。来，南京。
我觉得具体的这个场面啊，恐怕是很难避免的啊。到时候呢，必定是会引起极大的这个骚动哈。因为尹锡悦呢，他现在呢，他的总统的职务呢暂时被停止，但是对于他一切的保护哈，还有他的薪水都照领嘛啊。就是到时候的南韩的检方要采取什么样强烈的行动呢？拘提现任的这个总统，这个在南韩的这个史上呢也是非常罕见的哈。所以说，难怪韩剧呢，这个全球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因为他们现实政治呢，更夸张哈。所以呢，就大家等着那一幕的这个上演哈。对于韩国的政情呢，显然是会带来的另一波的这种很震撼性的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对于尹锡悦未来的命运呢，能不能够造成影响？我认为不会哈。第一个呢，尹锡悦采取这种强硬的姿态呢，现在是已经很明确了，就连那个一度要在监狱里面轻生的啊，就是那个金龙显哈，他现在的态度呢也转趋强硬哈，他就强调就说，他说呢，总统呢是依法啊发布这个戒严哈，是要铲除在社会的暗中活动的反国家势力哈，然后呢要为未来的下一代呢留下正常国家的一种状态，他觉得非常的遗憾。好，他没有办法呢，能够来完整的执行这个总统的命令，而且呢，包括他自己在内，还有其他的那些很多的这个将领呢被逮捕呢，都是非法的逮捕哈。所以当尹锡悦呢在国会呢通过要弹劾案之前的时候，他不是发表了一篇很强硬的演说吗？从那一刻开始呢，他们的策略呢就已经转变了，就是要顽抗到底哈。我觉得尹锡悦呢，他跟他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很深的这个渊源啊，他也不在乎这个执政党的未来怎么样，他是到了这一次要参选总统的时候才加入这个执政党的哈，所以他现在呢，只是求他自己未来一个就是宁鸣而死啦，不谟而生，他起码要当个枭雄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声留下来，其实留下在这个11%的他在这个民众的这个支持度的这个心中哈，可是呢，他这样的负隅顽抗呢，对于宪法法庭的判决呢，会不会有影响？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在韩国的现在的这种民怨名气这么高的情形之下，而且就国会来讲呢，他很快的去补足9名大法官，然后只要有6名就能够同意的情形之下的话呢，谁要去逆鳞啊，要去违背这么大的一个民意气候，更何况尹锡悦呢，就算你这个弹劾案。弹劾在宪法法庭没有过关，他的政治上的已经没有前途了。有哪一个不长眼的大法官要为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他的名声呢？现在的唯一的变数只在于，就是到底宪法法庭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做出判决？在卢武铉案的时候呢，他们花了63天，然后到最后呢，弹劾不成立哈。然后在这个朴槿惠案的时候，他们花了91天，他们拖延的时间，就是他们审理的时间越长，对于韩国政局未来留下的变数越多，就是如此而已。现在看起来啊，韩国人不仅那个个性很刚烈哈，而且经常去寻死哈。那另外他们也变来变去，譬如说尹锡悦开始说下令就是弹劾，下令这个戒严，然后的话又说后悔了，说对不起哦，然后呢我不管政事了，现在又很强硬了，说我这个戒严是对的，包括那个国防部长也是啊，对，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鼓动他的学长尹锡悦去2个一定互通升息了去戒严，然后呢关起来以后又自杀了然后现在又说他们是对的，这变来变去变化也很快我想韩国人大概也习惯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立法院最近在审预算这个浅见国造，到底这个预算应该是把它编足它当然现在不是依次编组，但是先2亿通过以后，头过身就过了，以后你很难再不给他了那问题是第一烧都还没有海测原来说很早叫海测，也是拖，你看现在拖到明年才海测。那海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要改善。那你第一烧都还没有完成海测，结果怎么样都不知道，一下就要编再编7烧
所以呢，这个委员就有不同的意见啊。那甚至呢，连这个最早海军呢，在规划这个潜舰的这个陈永康国民党不分区，都认为先砍一半啊，剩下的要到一定的条件以后才给他通过哈。那像马文君更狠啊，马文君认为这个全部删除，那有的是要冻结，反正不同的委员有不同的意见哈。那另外呢，顾立雄说，你们如果这样干哈，我会延宕2年。哦，因为如果20亿的钱就是被删掉的话，马文君提案，他会延宕2年，战力会受到影响哦。那我们看啊，他今年先编这个，对不起，先编20亿哈，先编20亿，然后呢，接着下一年就170亿，最高峰的时候会到320亿，然后呢，分这么多年来编列哈。那民国120年会到321亿哈，是他一个预算的执行的这个行程啊。那这个顾立雄承诺说这样好了，海测通过以前我不动用预算，你现在我通过嘛，然后呢，这个海测没过，我就不动用，过了我再动用啊。但是立委相不相信了啊？那另外呢，因为你一给你以后，就权力就是你的了哈。那这个徐小新质疑说，等整个建案完成，我都50岁了啊。因为这个都要很久了啊，那现在的潜舰都不是里面有很多的装备什么都不是最新的哦，可能看起来都是好10几年以前的那样的装备哦。那再过20年，这个舰到底跟人家先进的比到底怎样啊？那这个国防部长担心啊，国际会担心我们防卫的决心。陈永刚说，这跟防卫军心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你第一艘舰先搞好嘛。有缺点呢，然后一艘一艘来嘛，一直干嘛编那么多艘啊？那造船工会就希望立院呢，3大党团都支持潜舰的后续的这个经费。造船工会他们要造啊，他们要造船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我们好的机会啊哈。那联合报社论说，因为潜舰很重要，所以预算不能够这样编预算不应该这样编哈。那特别这个他讲新一代潜舰采用脱翼声呐跟外壳吸音瓦，就为了逆中了哈。那最关键是水下的续航力，最近还有绝气推进系统及锂电池进步非常快。海鲲号就是我们的第一艘叫海鲲号都没有采用哦。那黄曙光曾经说过，海鲲的技术水平大概等于1990年代的后期，所以也不先进哦。那你现在呢？这个连这样的舰，你第一艘都海测还没完。那你将来要一下子编这么多预算，那将来造出来的舰是不是能符合需要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他们会认为说，那里面有这个决心要持续再建造下去。国造潜舰预算5亿元暂时被冻结。18号经立法院审查预算之前，国防部长顾立雄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备料，然后还有跟次合约商的这些合作关系就会因此而中断，那就要等到应该是要等到115年才能够变。因为针对目前正在泊港测试的国造潜舰海鲲号，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担心明年4月启动海试，预计11月才能交付，存在很大变数。因此，除了提案冻结国建国造的后续建预算20亿元，国民党立委马文君、黄仁更直接主张删除。就有军方人士忧心，若预算真的被删，潜舰国造期程至少拖延1到2年，反封锁战力将出现严重空缺。做任何的想定有一个乐观指数，这个潜舰国造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你有目的吗？你有方法吗？你有手段吗？你的合约框架是如何执行，细节如何规范？就怕蓝营立委坚决反对审查预算之前，国防部还派员到办公室最后沟通一遍。我们就持续来跟委员做一个沟通，希望委员能够支持。这个技术为什么会断层？我想不出来，因为你原型舰还在造啊，你在我们同仁还没有做过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这些人才。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做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些人才不会留着。潜舰拿不到钱，进度无法往前。不过对在野党立委看不到，原型舰涨再多都是白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关乎决心啊。我觉得真的有决心，其实你只要有想要做的一个目的性，跟他的刚刚我们陈永康委员提到，你的目的、策略、手段都有了，就表示你有决心。至于有没有编足这样的一个经费，
哦，而且我想海鲲号的这个元件这个海测都还没通过，未来有没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去克服跟解决，才是最大一个重点哦。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拿说我们有没有防卫的决心来擒了我们这些社会大众。我想潜舰国造这样的议题哦，大家都会支持的，只是说你怎么样的一个目的性跟使用力跟你的过程该怎么去把它做好。如果说你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延宕2年，那你过去在做什么呢？你过去小英总统执政8年，你应该更早在启动这样的一个动作跟预算，或是做这样的一个编列等等，而不是说你连海测都还要拖延到明年才去做海测，然后海测之后面对的问题可能更多，你现在就希望可以预算编足，那你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在还没有海测之前呢，我们不会来动用这样预算。那居然不动用，那你就先不要编嘛。这些钱、这些预算还可以把它支应在其他国家更重要的重大政策上，不管是社福啊、民生啊、交通啊，很多都可以做。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做一个编列哦？所以我就觉得，执政党必须要好好面对这个问题。那一样回过头来，为什么需要在编列这7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潜舰国造一个部分？但我还是觉得回到这个整个源头，就是说，整个国家目前面临的是比较危急的一个状况，不管是面对大陆的一个威胁等等，那你应该去克服这个问题。或许就只要造3艘、4艘、5艘就好，为什么要到7艘？所以我还是觉得回到源头，执政党应该面对整个国际的情势跟两岸的情势去做最好的解决，而不是在这个部分用潜舰国造这样的议题呢，希望大家支持。我刚刚提到，大家都支持潜舰国造，只是说在潜舰国造的同时，你如何把每一分的预算用得恰到好处，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出去打水漂，而且呢，感觉那个作用又没有特别好。而且刚刚大家提到，可能这个技术都是比较好像感觉稍显落后的技术，那如何说服国民大众去支持这样的政策？我觉得才是执政党应该要更花心思去处理的，而不是把这些问题推给说这样子大家觉得我们没有决心，有决心。我想以前苏院长说拿扫帚都有决心的，更何况是这个潜舰的一个制造。我觉得不要这样子提，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分14年了，要花14年。那现在预算是2840亿了哈。那当然也有人讲说，14年以后那个物价什么各种技术什么都跟现在差很远。你干嘛现在编？这是一个了哈。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第一艘这个海鲲舰哈，要明年4月哈才出海测试了。那你说出海都不会有问题？那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你第一艘舰嘛，那就算没有问题，毫无意外，11月才能交船，到明年10月才能交船哈。那现在这个急编这么预算，来，宜翔怎么看？我是觉得这个讲到潜舰这一块了，其实这真的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议题了，甚至于更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攻防的一个项目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潜舰这个国造理论上是各个政党都要支持的哈，包括我其实翻阅了。这个去年国民党在选总统，包括赵大哥在内，其实开了记者会，都说全力支持这个潜舰国造，甚至于希望说可以加快推动，然后也提到说这是水下不对称的一个重点等等。所以我想，既然这个各党都对于潜舰国造大家有共识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可以立法院当然有他的角色，就是说去把关预算要怎么去编制，预算要怎么去花但是真的是把它删掉，全部删掉，就是最好的做法嘛？其实我觉得陈永康将军讲的，如果真的是要动这笔预算的话，他讲的反而比较有道理啊。你如果担心的是今天这个港口的一个测试的话，甚至于这个海上测试的话，港内测试跟海上测试的话，那你就先去冻结嘛。你冻结的看到这些测试没问题，因为刚刚赵大哥也提到，4月就开始进行测试了，年底之前一定会测试完成嘛。那你测试完成之后，你就解冻嘛，去做嘛。那如果你认为测试有问题的话，那你就继续动下去。但你把它删掉的话，最后是追加不回来的，或者追加回来，它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既然各政党对于说这个潜舰国造，大家都有共识，无论对于经济效益，无论对于国防的产业，无论对于国防的一个自主，大家认为是重要的话，那是不是陈永康委员这样子的一个方案会比较符合国民党的思维？那当然。不动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非动不可，这个或许是一个参考办法。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美方确实，我认为川普这个1月就任之后，他这个最仔细观察的就是台湾的国防支出、台湾的国防预算。就是说，你说其他这些项目，你去买什么项目，这个不对称发展也很重要。但你说一个美国总统，他会细到去注及到你每一点国防在干嘛吗？不是，他看的就是一个指标。就你台湾花多少的这个国防支出相对 GDP， 那确实我们这几年已经到将近2.6%了，这是一个稳健的成长但是其中未来的成长可能仰赖的也是这个所谓的军购，那军购当然有海外军购，
有国内军购。那我们潜舰是国内的最重大的一个军购项目，所以如果这个案子没有办法顺利推动的话，未来会不会对国防的预算产生影响？这个会不会换句话而言，又对于台美甚至于对川普本人造成影响？这个我觉得都有待观察。但确实，大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产的这个潜舰预算一定会联动的，就是整个区域以及台湾的安全局势。那徐副秘书长，对啊，这个潜舰如果说海鲲号是第一艘，大家在摸索，这就跟一个小朋友嘛，你刚开始养他的时候，他刚翻身的时候，你已经在帮他买后来的慢跑鞋啦、热裤啦，然后脚踏车，说哦，因为他后来会变成运动选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在摸索期，我们都认为说潜舰国造是大家是支持的，所以以民众党的立委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明年他5.8亿，我们先冻结，只要他海试成功的话，那我们就来解冻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也要特别讲到，就是说刚才看到包括国防部长也在讲说，哎呀，你们这样子的话会有造成什么人才断层，甚至还举当年什么 IDF 的例子，我觉得那个也是有一点点倒果为因。那时 IDF 是培育了很多包括航空的建设的人才，没错，是因为 IDF 自治完成之后，后来进了 F-16，进了包括幻象之后，这些人才才转到韩国去帮忙发展。那我们现在潜舰是陆陆续续的在进行当中，并不会有人才断层的问题。最后一个要讲到的，在澳洲他们做这个柯林斯舰的时候，其实柯林斯级的潜舰的时候，也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跟我们碰到的状况都很类似。可是当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建完之后，发现他们潜舰现在不符合现在时代的需求了。会不会到时候我们建完之后，又发现跟不上时代，又要变得要跟外购来购买这些潜舰？这可能澳洲的例子我们要参考看看。不但我们现在是买不到了哈，买不到外面想自己做了。不过就是说你那个武器就是一日千里，进步很快了哈。所以你原来人家就是核潜舰，你还用现在还用的是这个柴油潜舰，就已经声音啊，还有它的那个续航力啊，什么都差很远哈。那会不会将来人家越来越进步，你还是蛮落后的了哈？那当然还如果说比我们的什么海龙、海虎，那当然又是新的哦，我们那是30年以前买的哦，跟荷兰买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钱到底值不值得，花的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有预算很多嘛，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了。休息一下再回来。